北京开了一场代表了中国经济发展方向的座谈会，同时呢，也是近几年来最高级别的民营企业代表的座谈会。这里面信息量非常大。先来看有哪些人参会了，这些人。这些人大部分都是熟面孔，但同时呢，硬核科技的新势力也有参加。比如呢，机器人刚刚在春晚扭完秧歌的语数科技的王星星，这是个90后坐在了第一排。另外呢，还有震惊全球的国产 AI 大模型深度求索的梁文峰等等。那你说这高朋满座的，传递出了什么信号啊？首先呢，就是再次传递出了国家对民营企业的重视。看个数据，全国的民营企业数量超过了5500万户，民营企业贡献了全国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 GDP，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和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以及90%以上的企业数量，这就是俗称的6789。换句话来说，经济的增长、就业岗位的提供，民营企业既有苦劳，它更有功劳。另外，虽然说这次参会的人不少，但是获得发言机会的只有6位，分别是华为的任正非、比亚迪的王传福、新希望的刘永好、维尔的于仁荣、语数科技王星星以及小米的雷军。除了其中有一位就是刘永好他是搞农业的，其他都是你看信息通讯、5G、6G、新能源车、半导体芯片以及机器人啥。他们发言的内容其实也很简单，那就是现在该怎么发展，有建议尽管提。那你说为什么选他们发言？这里面就藏着中国经济动能转换的密码。那如果说咱们的经济发动机以前更多的是烧的钢筋加水泥的基建汽油，现在就改喝集成电路和算法模型的硬核科技燃料。你看语数科技的王星星，人公司的估值刚刚过10亿美元，这跟互联网巨头比似乎是个小透明。可是人家手里攥着200多项机器人专利，4足机器人和人形机器人的出货量都位列全球第1。而以前这个领域的大佬是美国的波士顿动力，人家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就开始研发机器人了。那个时候王星星才2岁，但是没想到90后的他背靠中国新能源独步全球的3电技术，只用了几年时间就让波士顿动力坚持30年的技术模式面临了巨大挑战，人最后不得不反过来向咱们来学习。你看，另外大家都在说的深度求索，也就是 DeepSeek 的梁文峰，用美国 AI 巨头成本的几10分之一，就做出了被很多人称之为国运级别的国产大模型。这把硅谷大佬们看似遥遥领先的人工智能防火墙硬是砸出了一个裂缝，甚至什么微软Meta 等等国外科技巨头还连夜开会组织学习。那你说为什么要有这样的变化呢？你看现在世界范围的机会和竞争几乎就是硬科技的竞争，只有真正的前沿科技创新以及商业化落地，最终才能带来源源不断的财富。以前你看高通们每年躺赚几百亿的专利费，苹果、谷歌收的系统税赚到盆满钵满。你看人人都有的智能手机，曾经一台国产手机整机利润才3%，大部分利润都被国外掌握技术的公司给拿走了。而像苹果这样的公司，吃下了全链条80%的利润，一句话就能决定国内果链企业的存亡。而现在呢，国内的民营企业在硬核科技的突破上面终于出现了曙光，未来10年的产业和财富机会可能就藏在那些能把实验室成果变成流水线商品的初创科技公司里。所以这次座谈会传递出来的意思非常明确，那就是科技创新非常重要。而其中呢，资历虽然尚浅，但地位很高的人工智能、机器人这些地位更是重要中的重要。另外，像宁德时代的曾毓群、比亚迪的王传福稳坐钓鱼台，我们就知道这新能源赛道还得接着狂奔。而威尔股份的于荣仁带着半导体还会在芯片领域继续奋战。而同时参加座谈会的传统行业也开始不传统了。你看飞鹤掏出了数字化转型的成绩单，就连新希望这样的养猪大户都开始玩智慧农业，既在新兴产业开疆拓土，又要让传统产业老树发新芽，这两头都不能耽误。一句话，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这就难怪今年开年以来，尤其是像深度求索实现技术爆发以后，全球的资本都开始对中国的资产重新评估。而这次你看参会的阿里一度股价暴涨超过40%，而另外比亚迪和小米呢一度大涨超过20%。表面上似乎涨的是股价，其实背后是全世界对2025中国经济的信心。